网络上看到很多人用 AI 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就做了一个月入几万美金的产品，是真的吗？反正我是信了，因此这2天我用 Cloudcode 做了一个 Idea Check 这个产品。这个工具是用来帮助想做产品的人判断点子是否值得做。只要把想做的点子丢给他，他就会上网搜寻相关的资料，并且帮我分析。例如，我跟他说我想做一个食物过期提醒的 App， 是否值得做？接着针对他的问题，请 AI 展开这个问题的更多细节，让用户来填写。填写完成后，他就能针对这个题目去搜寻不同面向的资料，来告诉我可能要注意什么事情。服务的核心功能就是把使用者填的资料拿去搜寻后，再请 AI 做分析。针对这样一个简单的 AI 产品，我分成3个面向分享 ：Skill、工具、流程。第一部分 Skill， 我只装了4个。Superpowers， 它可以让 AI 不再直接写程式码，而是先经过一系列的完整流程，例如发想、规划、测试文件，才进到开发，确保开发的品质。Shade CNUI 作为我的前端设计担当。OWASP Security 让开发时能够更根据安全意识去做编写。Trail of Bit 负责程式码的扫描、报告产出，可以再根据报告结果请 Cloudcode 来做修复。再来分享工具 Cloudflare， 它拥有一整套完整的服务，而且免费的额度非常的多，初期基本上都可以免费使用。GitHub 作为我的程式码仓库。Lemon Squeezy 作为金流收款的方案，有些地区不能使用 Stripe， 这个时候 Lemon Squeezy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项。Resend 这是一个寄信的服务，每个月有很多的额度可以使用，直接使用可以解决后续很多麻烦。Tavily 可以用来搜寻竞品等相关资讯。Gemini 作为我的 AI 分析核心，我挑选工具的标准就是谁免费额度多，谁效果好我就用谁，所以没有一定要用哪一个。有了工具和 skill， 接下来的开发流程长这样：先告诉 Cloudcode 我想要做一个点子验证工具，工具包含上面提到的那些，然后请他帮我规划这个产品的技术规格。针对这个技术规格来做开发，然后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就叫他改，这应该是大部分开发者会需要花最多时间的地方。再来利用 Trail of Bit 这个 skill 做一点扫描，确保程式码没问题。部署到 Cloudflare 上面，记得可以先把 Cloudflare 的 API key 给 Cloudcode， 它就能够自己操作和设定。就这样来来回回，不断的调整，不断的测试，前后大概花了2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。接着我把网址丢到一个很多工程师和很多 PM 的地方，确保很多人可以看到，而且愿意付费使用。在发布后几天，终于完全没有人用。甚至发现贴文被删除了，大概就像是我在我家巷口信心满满开了一间牛肉面店，却一个客人都没有的感觉。好在我不用付租金给房东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选用免钱的服务。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做产品是怎么一回事。过去做一个产品的流程可以用3个方法论结合，简单3步骤就是：找到问题；2最小版本测试；3把产品丢到市场上后不断的修改。在 AI 时代下，这个逻辑没有变，但每一步的美感不一样了。找到问题，建议已经要在这个问题的圈子里，因为如果不在圈子里或不知道问题是什么，很难精准打击痛点。Andrew Ng 在这个演讲也提到，要找到好的点子，具体的点子通常需要有人长时间持续的思考同一个问题。再来，一定要先思考怎么持续的触及到这些有痛点的人群，简称 distribution。近年来，创投圈有个共识 ，Product won't win, distribution will， 意思是光靠产品赢不了，靠的是 distribution 的能力。什么是 distribution？ 举例来说，就像刚刚提到的卖牛肉面 ，distribution 大家可以分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获客 acquisition， 怎么让人知道？是透过 Google Map 吗？新闻报道、网红分享，还是部落客推荐呢？第2阶段留存 retention， 怎么让客人再回来吃？是用集点卡推出季节限定，或者用其他吸引方式呢？第3阶段推荐 referral， 怎么让客人再去拉客人？是多人套餐优惠、网红打卡墙、发文送小菜，还是有什么方法呢？3阶段的核心在于怎么持续的触及到想吃牛肉面的人，让他来吃、再来吃，还带朋友来吃。这就是最简单 distribution 的概念。在 AI 时代下，产品满天飞 ，Apple 的 App Store 在2025年收到了55.7万个新的 App 提交，比前一年增长24%。这种情况下，好的产品很容易被埋没，因此先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最小版本测试，这个阶段变动不大，现在可以更快做出来，品质门槛反而也跟着提高了。Dropbox Head of Growth 的 Elena Brana 也提起，这个阶段甚至要做出 Minimal Lovable Product 最小令人喜爱的产品，要让使用者足够喜欢才行。产品丢到市场后不断的改。AI 时代下，因为开发成本太低了，所以要去防止快速做出很多错的东西，人的判断力显得重要。Product Board 这篇文章也提到，当几乎什么都做得到时，最
困难的问题反而变成是到底什么应该被做出来。而回到我们的案例，有2个致命的错误：一、产品本身要解决的痛点有问题，分析点子、产出报告这件事需要被打上大大的问号；二、distribution 不深，无法触及到更多人去认识我的产品。我们先解决第一点：一、替代品很多，我有 AI， 大家也都有 AI， 没有理由要使用我做的这个服务，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 AI Talk 产品死光的原因。二、点子是否可行这个题目其实很困难 ，AI 给的报告未必是有用的资讯，因为过往那些初期被投资人嘲笑，最后却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。AI 真的有办法分析判断吗？所以重点不是分析点子是否有价值，因为毫无根据和说服力，而是把重点着重在怎么执行与验证点子。因此我把报告结果改成建议怎么开始做，而非评分。商业模式也有大调整，重点不是少了几次报告，而是你拿到报告后怎么开始。因此提供教练陪跑的服务，带着你开发产品，以及加入到社群内一起和大家讨论。价值从原本 AI Talk 分析变成一，让大家少走很多弯路，因为很多时候只差在不知道有什么工具可以使用，或者不知道哪里有资源。二、有一个人盯着进度，确保一切都在节奏上，更有节奏的开发。三、加入一个大家一起做产品的社群，可以互相分享工具、观点，甚至互相解决困难的地方。而这套流程也是我经验上比较容易成功的路。先做服务，建立自动化，最后产品化。简单的比喻，如果我是客服人员，在做产品之前，应该要先接100通电话，才会知道客服有哪些问题，流程长什么样子，最后再去建客服机器人。没有这些经验就先去做客服机器人，很有可能做出一个通用型的客服机器人。通用很有可能就代表什么都缺一点，并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。所以不要担心现在做的事情很手动、很客制化，一点都不 AI 不自动化，这不是关键。等解决真实的问题后，赚到第一笔钱，再去打造自动化和产品也不迟。外包找人做，一定很多人抢着做。刚刚分享完第一个痛点，可以透过和使用者互动，不断的优化调整。那刚提到的第二个 distribution 怎么解决呢？这应该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。这可以跟痛点的来源一起看，从远到近可以分成：第一种，痛点来源于网络上的陌生人，例如一 App Store 1星2星的评价，别人产品没做好的地方就是你的机会。二 YouTube 社群的留言区，用户直接告诉你他要什么，像是我上一集的留言区，很多人想要 clone 网站的工具。三 Reddit、Facebook 社团、PTT 等未经包装的真实抱怨，以上都是很容易找到题目的管道，量也很大，但 distribution 就会很有挑战。一触及成本很高，这些人不认识你，要靠 SEO 内容广告才能碰到他们。二竞争激烈，公开的讯号人人都看得到。三不在圈内，可能不懂他们真正的语言和情境。第二种问懂痛点的人，例如最近有一个案例 Corner Bird， 他很聪明，直接与网红合作，因为网红在他的私讯里面充满着粉丝的问题，所以网红大概能知道他的粉丝需要什么，因此可以直接为他们做一个专属的 App。这个 App 4个月内就达到月5万美金的营收。这样的形式在 distribution 上有很大的优势，透过粉丝对 KOL 的信任，转移到对你产品的信任。但缺点是要促成第一笔合作不容易，因为可能什么成功案例都还没有，需要建立信任感，也必须去思考股权设计，有办法让 KOL 持续的推广下去。第三种，从自己和亲朋好友的食衣住行娱乐去找重复出现的困扰，这一种在 distribution 上有个极大的问题，除非你的亲朋好友够多，而且他们愿意帮忙分享，而也刚好他们的朋友有同样的痛点，也刚好愿意付费支持，不然通常很难推广出去，就会变得跟我一样，只能随意的寄信、po 社团、po 平台，但这些平台受众的痛点很有可能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。以上3种，每一个其实都各自有好坏，没有一个一定要怎么样的做法，但会发现不管是哪一个，信任就是商业上最基础的货币。不管是要让亲朋好友因为信任而购买，还是要让 KOL 信任而产生合作，还是要在公开的平台发言，让大家愿意付费使用。所以在想着做产品拿去卖之前，建议先让自己不断累积信任感，可能会是 AI 时代下最好的投资。因此建议可以这样做：一 Build in Public， 可以把打造产品的过程放到社群平台上，让更多人知道你正在不间断快速的打磨产品，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你正在持续稳定的输出。二提升自己的稳定度，产品的稳定度可以透过提升技术力增加，而个人的稳定度可以持续深耕一个主题，不要让别人觉得今天想做这个，明天又改成做那个，建议可以围绕在一个在意的主题之上。三先从服务做起，累积经验和作品，像是先透过很人工很费力的方法做出一个好的成果，例如不要一口气做一个平台，而是先从趋势报告或者从一个小工具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做产品真的很不容易，并不是单纯做出来发出去这么简单。记得一定要先想 distribution 的问题。若有任何问题想讨论，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说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